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接着看这个恒温的电烙铁。我们看这个 MCU 和我们这个电流电压表里边的 MCU 是一样的，引脚数也一样，只不过是上面的字儿被磨掉了。我们现在无从查证。实际上呢，有经常用 MCU 的人都能够猜出来它是什么型号。昨天我们讲了它的低压电源部分，今天我们看一下其他电路。220伏输入线、零线和火线分别接了两个1兆欧的电阻，1兆欧的电阻这端是接在一起的，它是一个过零检测信号发生电路，通过这个电阻的这端直接就接到了我们的芯片的一个引脚上，内部的引脚检测这个过零检测信号之后来发出脉冲。就是我们这两个电阻接在220伏上，然后接在一起加到 MCU 的引脚。另外呢，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按键，实际上呢它是3个按键，分别接 MCU 的3个引脚，然后这端呢是接在一起的，下边有一个2K 电阻对地分压，就是我们这个2K 电阻。220伏这端接到了我们的烙铁芯的这个引脚，烙铁芯的这个引脚呢接到可控硅的 T2 端。T1 端通过 1欧的电阻接我们这根零线，这一端的触发引脚通过1微法的电容接在我们这个 MCU 的一个引脚上，通过 MCU 进行触发。就是这一路通过220伏接到我们的电烙铁芯的一个引脚上，电烙铁芯的另一个引脚接可控硅的 T2 端。T1 端通过1欧电阻接到220伏的这根线上，这端通过 MCU 通过1微法的电容触发可控硅，从而达到一个调温和恒温的目的。可控硅的 T1 端有一个1欧的电流检测电阻，同时通过 10K 的电阻把这个信号耦合到我们的 MCU 上，进行检测整机电流的大小，从而控制输出的脉冲信号，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，达到一个恒温的目的。这端在 MCU 上接了6个线流电阻，分别接到我们的3位数码管的6个引脚上进行显示。好，下面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过零检测信号以及它的驱动信号的波形。好，我们把探头放到电源的负极，也就是整机的地上，然后我们用探头测量过零检测电阻输出的信号。我们看，它是一个峰值为 6.33 伏的一个峰值信号，并且它输出的过零检测信号是一个巨型波，非常的稳定的一个巨型波，它的频率是50赫兹。接下来我们再测量一下可控硅的驱动信号波形。我们看，它是一个很窄的触发脉冲，随着温度的不同，它的输出时间也是不同的，所以能够按照我们过零检测信号的时长来触发可控硅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